知道《水浒传》中的好汉为什么只吃牛肉而不吃其他的肉吗？何况当时宋朝还是明令禁止杀牛的，是因为牛肉便宜，还是另有原因呢？今天就带大家解开这个谜题。我们在看《水浒传》时，除了激烈的打斗场面，出现最多的就是几位好汉坐在饭馆的凳子上吆喝一声：“客官，您哪几两酒啊？”“来1斤酒，2斤熟牛肉。”“好嘞。”但好像几乎每一次喊的都是牛肉，为什么不能用猪肉、羊肉代替呢？其实原因很简单，首先先说说为什么好汉们不吃猪肉。因为自打宋代开国以来，宋太祖赵匡胤就规定，猪配不上皇家高贵的气质，以后宫廷里不许吃猪肉，只能吃羊肉。一看皇帝瞧不起猪，世家大族也就纷纷跟风，从此吃羊肉成为了社会风尚，羊肉也成为了高贵身份的象征。这一点可以从宋代诗人苏东坡写的《猪肉颂》中可以体现。诗是这样写的：黄州好猪肉，价贱如泥土，贵者不肯吃，贫者不解煮。大家看看，连苏东坡这个带货形象大使推崇的猪肉，在贵族眼里连看都不愿意看，在穷人眼里也不知道怎么去烹调。而梁山这些好汉基本都是大老粗，难道还要花1-2个小时去制作一盘精美的猪肉？这显然不可能。如果遇到李逵、鲁智深这样的暴脾气，非把饭馆砸了不可。吃猪肉的也只有小部分的百姓罢了。其次再说说羊肉，这个就很简单了。在宋朝，羊肉可是上流社会的食物，基本是皇宫里面的人吃的。然而对于经济和地位都不高的梁山好汉来说，吃羊肉是不是太奢侈了？从其他角度来看也不合常理。因此在整部小说中几乎没有羊肉的出现。再者，宋朝是将保护耕牛写进法典里的，因为耕牛保证了粮食的产出。在缺少劳动力的封建社会，苛捐杂税、轻赋徭役已经将百姓压得喘不过气，因此耕牛显得尤为重要，甚至严重的直接可以判死刑。而这些好汉为什么还敢吃呢？虽然有条文明确规定，但是民众却一致认为高蛋白低脂肪的牛肉才是上品。最后只要给腐败的官员上交一定的牛肉税，当地官员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毕竟官员他们自己也想吃牛肉啊。但就算违法又怎样呢？这些粗犷豪放的好汉们会怕这些吗？估计当地的官兵都不够他们打的吧。不仅如此，食用牛肉还能增长体力，对于每日里舞刀弄枪的人来说是极好的补充体力的方式。想想看，鸡鸭鱼肉一般都在宴席上出现，细嚼慢咽可以，而给梁山这些糙汉子们平时果腹下酒吃就有点太小气了。还有气势非常重要，梁山好汉豪放起来，一手抓牛肉塞入口中，一手拎着大碗喝酒，江湖气息立马扑面而来。如果换成了猪蹄子，荷尔蒙爆棚的武松就成了个满嘴油腻的大叔了，那可真是没眼看。当然了，也不光是牛肉的美味，恐怕更深的是作者的一种意愿吧。《水浒传》的作者施耐庵生活的明朝也是禁止杀耕牛的，他对牛肉的向往应该不次于梁山好汉，极有可能是对现实的影射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。对于梁山好汉为什么爱吃牛肉，还有很多离谱的原因，剩下的就留给大家去探讨了吧。